大家好，我是麦克，今天给大家来继续分享赛斯的健康之道的第2章的第3部分。那这一部分呢是在1984年1月28日的这一节开始。那这一天呢是星期六下午的3点54分。罗说，当我离开家去330房间的时候，天气凉多了，只有华氏29度。我带了莫德的信给珍看。珍由水疗室回来的时候相当的晚，我不会，珍说你不会想听那些的为什么这么晚？当我问他怎么回事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谈到他令我听起来像一直在抱怨似的结果现在没问题了。对，珍说我不想抱怨这些事情珍午餐吃的不多这个吉士汉堡就 cheeseburger 烤得过头了，相当的硬，我俩都没有梦要说。我念给他听这个莫德的来信，以及他在改变10项刊物里发表的这些文章。我说我们必须做出一个反应，我们必须想出如何处理我们收到的任何的金钱，直到医院和保险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还是那个问题他说我计划星期一上午打电话给我们的律师，问他的意见。我想我将为基金的支票在银行开一个分开的账户。我也告诉珍，希望赛斯说几句话，以便莫德能寄给他的捐款者。到了3点40分的时候，卡拉和迪尼斯测完了珍的生命迹象，比如说体温是华氏97度6。珍说他比平常早得多的准备好上课了。然后赛斯就进来说，我再次的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然后他们说赛斯午安。然后接着赛斯讲，他说对你们许多人而言所有有关蓬勃生气、健康和生命力的这些谈话，就是他前面讲的这些话可能仿佛相当的不相干，就是你们可能觉得这没有什么相关的，而正好相反的世界，与之正好相反，世界可能看来充满了不快乐与疾病。赛斯说，我给你们讲了这么多整个世界也好，健康也好，你们与生俱来的蓬勃生机也好，和旺盛的生命力也好，说这个才是世界的主旋律。可是呢，你们不这么认为，因为在你们的世界里头，或者你们看到的这个世界的现象，正好是充满了不快乐和疾病的，不是你想的，不是我说的这样的。赛斯说，我承认事情显得仿佛是如此的，就是看起来事情确实是这样，疾病和不快乐更多。我的读者，当我告诉你们基本上没有像疾病这回事的时候可能会令你们大吃一惊，说根本就没有疾病你们可能会大吃一惊。说正好相反，只有过程，你们所以为的疾病反倒是完全正常的身体过程的一个夸张或者是过度延伸的结果。赛斯说，从根本上来说，这个世界没有疾病这回事儿，只有你的身体的一个过程，就是身体发生的一个过程，或者成长中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把某些过程给它夸张化了，或者是过度的延伸了以后，看起来就是我们人类认为的疾病的现象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疾病只是身体非常正常的一个过程中的一个状态不要把它当成一种失败或者是意外，或者是一种需要修补或者修改的东西它只是一种过程。举例来说，你们并不被病毒攻击，他说你们没有被病毒攻击，因为各类各样的病毒正常的存在于体内，这些病毒都是正常存在体内的是一样的这个是
很微妙的。比如说我们持续了3年的全球的这个新冠病毒如此的迅猛，导致了全球经济的暂停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停顿。可是这个病毒它从哪里来呢？它原来不在这个自然界吗？不在这个宇宙中吗？它甚至说不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吗？那为什么又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去呢？那现在为什么对我们的身体不能造成更大的危害了呢？虽然说好像还是存在，好像还是有人感染它，但是我们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它就像3年前没有发生一样，成我们生活中一个可有可无的一种状态。我们不再关注它，不再担心它了。所以说病毒3年前和3年后好像回到了起点，又一样了。那这3年中它为什么显得如此的严重和如此的重要呢？这就是一个过程。你把这3年当成一个过程，就能理解赛斯这段话的意思了。如果我们过度的延伸和过度的解读它，或者是过度的强化它，就会把这个过程当作一种严重的疾病，所以说变成了一个全球的瘟疫那么并没有杀人的病毒没有一个病毒本身是杀人的。你说新冠病毒会导致很高的死亡率，在发病的初期的时候在19年底和20年初的时候，是的，那是你认为对，但是现在它为什么不能杀人了呢？同样的病毒你说它变异了呀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科学的一种解读。其实本质上来说，病毒它到底是不是杀人的病毒呢？不是。病毒在我们身体里跟我们共存了多少年呢？跟我们这个身体友好相处它对我们的身体的益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特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在你的思想的引导下，在你的身体发生的成长的这个过程中可能会需要体验一些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看起来像是你生病了，你被病毒攻击了等等，但其实都不是。病毒并没有攻击你，病毒也并没有想去杀死任何人，病毒只做了病毒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你经历了你必须要经历的这个过程。只有越过了他们平常的界限的病毒有些病毒是越界了它平常是这样的，越界了而已。它并不是说有一种病毒它就是杀人的，没有稍后在这本书里，我们对这种议题还有更多的要说的，因为我希望显示给你们看他希望显示给你们看，某些感受与信念的确会促进健康有些想法和念头会促进健康，同时其他的则会促进完全正常的身体过程或者病毒活动的一种不幸的延伸和夸张。赛斯说，我想在后面的内容里头多给你们展示，看到你的信念和想法怎么会带来促进你的健康的。同时我会给你看它的反面，就是你的信念和想法怎么会把一个正常的身体的过程把它解读为病毒的一种活动的不幸的延伸和夸张这是他想告诉我们的当然这个就意味着你并不会变成一种疾病，或者是变成一种疾病的受害者你并不会变成一种疾病的受害者，这是很关键的。没有这个加害者，也没有受害者你不要觉得自己是被害了，或者你被传染上了一种病毒比如说新冠，但是为了一种或另一种理由，你自己的感受、思想与信念导致你去寻求生几回的疾病就是如此，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的信念、感受、思想决定了。比如说最近发生的，举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去年在2022年12月底12月下旬从18号一直到2023年的1月1号，我们在海南的香水湾也就是
风景非常秀丽的这个地方，我们组织了一个线下课程整整21天的一个线下课程。那在这21天的下课里，正好赶上12月7号全国这个中国的这个政策的改变，对病毒的这种防控采取了一种放开的一种态度，然后那个时候导致了所有人都陆陆续续的这个感染上了这个新冠病毒的变种叫奥姆克戎。那实际的现象就是在海南的这个我们在上课期间，那很多人陆陆续续的基本上都感染上了这个病毒有的病得很严重，有的就很轻有的1-2天就过去了，有的可能就只发烧了1个晚上。那有的人呢，可能反反复复感染了3回这样的一个病好了，然后过1天又感染了，或者又严重了不是感染了，可能还是这个病毒没有完全好，然后过2天好了，然后过2天又严重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现象。对，而这个在整个过程当中，大家也能看到，在这21天上课里头，我从始至终一直在上课，我周围的全是感染病毒的小伙伴，他们每天都来跟我接触聊天甚至有的还要是表示感谢进行拥抱什么这些亲密的身体上的一些接触。然后很多人都提醒我说，你不要生病了，因为你生病就没人去讲课或者这个影响我们后面的进度。对，但是从始至终从疫情最开始到结束，我也从来没有打过疫苗，然后也没有得过这个跟新冠相关的任何的感受。那在这21天里头，我周围全是咱们感染的这些学员，我看到了他们的生病的那些，有的学员是没有恐惧没有，但是有的确实是还有这种信念没有改变，非常的痛苦我们也会采取了一些帮助的措施，比如说会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每天给他们把饭送到他们的房间等等这些。我说这个案例想告诉大家什么，就是你的信念或者你的思想它真的会改变你身体的这种反应和感受，对疾病的这种控制并不存在什么神奇或者什么神力或者神通式的东西。如果你说这些都是一种特殊的或者很少见的那它其实它的底层的东西更多的是信念和想法导致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关于这个问题呢，赛斯后面还会讨论很多关于病毒这方面的话题我们以后再具体的再谈。无疑的这种概念，我们来看，无疑的这种概念对于许多读者而言听起来会像是医学上的邪说。就我刚才说的这些点，很多人说这不符合科学不符合医学规律这完全是这个邪说，确实是这样的就很多人如果他不是一个跟着我们一直在学习或者是体验，也看到了见证了他自身的变化和周围小伙伴的这些变化的话，他只是猛地一听这些理论，他会认为这都是歪理邪说。他会说这个世界怎么会没有疾病呢？这个疾病从古至今一直就有怎么能没有病呢？他说你这个说法就是邪说这个我们都能理解他一时的不理解和不接受是正常的。但是赛斯说，他说了一个但你越开始以这种新的说法来看健康与疾病你就将变得越健康越快乐。赛斯说，不论你怎么想，但是如果你真的能以这种新的想法来看待健康与疾病的关系，疾病他打了一个引号，意思就是没有真正的疾病这一说他打了个引号的疾病。这当你真正用新的想法来看待健康与疾病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快乐，这个是你能感受到的变化我们先不要从理论上或者什么去跟科学上是跟这些医学的专家或者这些科学去进行任何的辩论争论，没有什么意义。你自己健康快乐
不就得了吗？你跟他辩论赢了，结果你身体得病了，你身体是不健康的，是疾病缠身的，你辩论赢了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没跟他辩论，或者是你辩论输了，但是你的身体是快乐的，是健康的，辩论输了又能怎么样呢？他辩论赢了，但是他身体在得病，在不健康、不快乐当中，他赢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我的意思是说，告诉大家不要在这个理论层面上或者这些问题上，好像是想要去说服谁，或者是影响谁。你活得健康和快乐，这就是最好的证据，也是最好的说明。而且你除此之外不需要额外的东西和证明了啊。他说，并非你是一样东西，而疾病是另一样东西，因为你的思想与情绪是导致1回合、6亿回合的疾病的这个触发点啊，这个触击就是这个 trigger， 就这个触发点，就是你是那个导致疾病的这个原因啊。他的意思是说什么意思？是说并不存在一个你和疾病这两个分开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你们是一体的。换句话说，不存在疾病这个东西，你和疾病本身也是一体的啊，是你决定什么时候要生病啊，像是要生病，或者像是有这个病的这个症状，是你的思想和情绪决定着的啊，想生几回病都是由你的思想和情绪决定，它的本质是这样的啊，这个可能跟大多数人接受也不一样啊。换句话说，你不要把疾病或者病毒或者细菌或者什么病当成身体外的一种外在的客观的存在，它是你身体的一个部分，或者说是有情绪和思想的一种显现，是你内在的。他说，你一旦明白了这一点，你便能开始采取会促进蓬勃生机生命力啊，你会采取促进这样的促进你的内在的原生的这种生命力和勃勃的生机，而非恐惧、怀疑和疾病的这种步骤。就你一旦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采取正向的运用你本自具足的天生的这种生命力和勃勃生机。而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你正好是反过来，你是在恐惧，因为你觉得疾病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侵害你了，你在怀疑，你怀疑周围的一切都潜藏着病毒和细菌，是病毒和细菌导致你生病啊，这些都是让你产生更进一步恶化的原因啊，甚至你在怀疑某种疾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是长在你身体里的。他说，你将发现所谓的疾病执行了某些服务，他们为你达成了有可能你可能和相信自己无法以其他的方式达到的目的啊。他说，你将会发现疾病就像执行了你的某种服务，就为了某种目的，就是不通过生病你无法达成这样的目的他说，你要这么来看，你就能理解这个疾病了这是你认为的这你可能相信的。当你不这么相信的时候，他是不是就不得疾病？我把这个话的逻辑再捋一遍，你大概能更好的理解。就是你为什么会得病呢？是因为你相信或者你认为必须得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才能达到某种目的，比如说引起某人的关注让某人更重视自己，更爱自己。有的时候因为这个，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想逃避或者不想面对某些事情，你想通过生病来逃避它等等。有的时候你的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每个人的特殊情况都不太一样，你
在你的潜意识里头，或者在你的意识心里头，你想通过生病来达到某种目的这是这样说的此种疾病的理由并没深深的埋藏在潜意识里，如你可能以为的它是不是在你潜意识里你要生病了？不是，它是同你的意识心要近得多。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认为这些生病的是不是由底层的造成的，是我们的潜意识深处不能被我们意识了解的这个部分导致我们了生病。再次说不是你生病的这个想法念头，它不在你的很深的里面，在潜意识你无意识的里面。相反，它在你的意识心。意识心是什么？就是一边跨着我们的意识，一边跨着我们的潜意识，它在意识和潜意识中间的这么一个状态。换句话说，说的更直白一些，就是你生病的这个念头和想法跟你有意识的这个信念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并不是在潜意识底层与信念无关的一些底层的原因造成的。就好像你天生会带来的一些东西，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它更多的是跟你的信念系统是相关联的，然后它在你的心智的层面上或者意识心的层面上它是更接近的换句话说，它的这种想法念头会更容易被我们捕捉到或者感受到或者改变它。而到了很深的潜意识层面的时候，你有的时候是拿它无能为力的，而事实不是它是很容易被改变的，而往往包括了你你常年来做过的一连串的仿佛无害的一些决定再次一针见血的指出来，你导致自己生命的这些念头，往往是由多年来它叫常年，就是多年以来你曾经做过的一些看似没有什么危害的一些决定这些生活中的点滴决定着，最终导致了你就很多我们知道得癌症的一些人，都是因为他的有一些生活的这种不良的思想什么思想？就是看什么都不公平看什么都觉得心里不舒服，然后对这个世界也好，对周围的环境也好，他不是总能保持一种开朗和乐观的态度他总是愿意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有的是嘴上抱怨，有的是心里抱怨，嘴上都不说，或者是常年的压抑自己，不敢真实的表达自己。这些看似平常都没有什么太大危害，也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但是长期积累下来，就会导致一个严重的疾病的发生这里头再次告诉我们这个背后的原因当然其他的疾病可能会显得是突然来了虽然说我说的是大部分的情况，但是有一些疾病是急症就是突然就来了那是对你生活中的一种特殊事件的一种反应，就那种也是你身体对一种特殊事件的反应。有的人会得急症并不是说有长期的这种不正确的思想导致的那这种是什么原因？就是一种特殊事件的一种反应人们被教以自己的身体是一种战场，而他们必须要在战备的状态，不然会被陌生的细菌、病毒或者疾病入侵。这是我们人的错误的一个认知，认为身体就是战场我们现在从小也教给我们的孩子和学生是这样子的，我们把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我们的白细胞T 细胞还有免疫细胞的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形象的描绘为一个战争的防御系统我们称之为免疫系统或者防御系统。然后我们也是这样教给我们的孩子的，我们这样教给孩子，好像我们很聪明
我们用一种形象的比喻让他们理解了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但其实它给孩子心里种下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的身体是战场，随时准备着应付外来的入侵和敌人，我们随时准备着跟他们战斗和斗争。而这个信念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跟病毒是共存的，我们跟这些细菌也是共存的。他们并不是有着要加害我们的意图的。真正让我们生病的不是他们，是我们自己信念和思想，就长年累月那些看似无害的这些决定和思想，导致我们的生病，跟这些细菌和病毒没有直接关系。他们只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展现出他们应该表现的样子而已。所以说我们不要再用这种观点去灌输我们的，给我们小孩做灌输他可能是毫无预警的出去他可能没有预警就进来的出击就是他们就攻击我们这些外在的东西，其实不是的很快的，我们将开始讨论其他引起健康不良的这些负面信念告诉你哪些是引起让你不健康的负面信念。不过目前我们将关注在那些经常不断改善我们的幸福、力量或者是成就感且与生俱来的正面的态度上、感受和信念上。赛斯说我会很快的告诉你们哪些负面的信念和东西会导致你身体的不健康。他说现在呢，我们还是先说哪些是正面的，能让你们带来健康、成就感这些东西我先给你灌输这也是赛斯一贯的态度，也是我们心灵家园在做社会上的这些所谓的疗愈我们并不认为有疗愈这回事儿，但是我们社会这个大众普遍会这么认为，觉得他需要被疗愈，但是我们从内心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需要被疗愈疗愈就意味着你有病了你生病了，身体精神上需要被疗愈了。那这样的一种观点其实就已经暗示了你是需要被疗愈和被帮助的但是就像我们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我们会先给你正面的思想，我们关注在正面的事情上，我们不会把精力集中在那些你所谓的那种疾病的现象上和解决这些具体的问题上。我们是带着正向的意图让你做幸福和快乐的这样的人生的决定的时候，那些所谓的不快乐它就自动消失了。换句话说，驱除黑暗最好的方法不是用什么东西把它黑暗赶走，或者是给它清理干净，或者去找到黑暗的根源，然后怎么呢？不是，这都不是最好的办法。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清除黑暗最简单最好的办法就是点亮一盏灯，黑暗立刻消失无踪。对于你的身体和健康和疾病也是同样的道理，你如果能够懂得黑暗被消除的这个道理，你就懂得了疾病被消除的道理。就是当你点亮一个正念的信念的时候正向的信念的时候，当你一个正确的角度去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时候，那些负面的东西自然就消除了，你不用单独去消除它，你也更不用一个一个的去清理它，那个工作量既无效又没用，而且非强化了那些黑暗的存在。黑暗只是光明没有来临之前的一种现象，没有什么值得去清理和处理的。光明一来，黑暗自然没有，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说赛斯这里头也是先给你一个光明的火种，让你这个火种永远种在你心中，这个时候那些所谓的负面信念也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后面为了这个教学的需要，或者是为了帮助某些人的需要，让他能看到他身上有哪些负面的信念，然后去改变他的需要，后面会谈论或讨论具体的有哪些负面信念会导致哪些健康的问题。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所以这里我再次强调，赛斯的想法和我们在处理日常生活中的这些类似于健康，包括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的一种态度。
就是要学会用光明去驱散黑暗，而不是去跟黑暗做斗争。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出发点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下面到4点15分，赛斯说他想赛斯马上回答关于昨天他们讨论的问题，就是有关辐射放射性和那个现象为何如此的强大，而我们无法忍受的那个部分。而确实说，比如说有关癌症的意识，它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也是我们不能忍受的他说我看出了他的意思，他想让赛斯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赛斯在4点26分继续，然后带了一点玩笑，他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他说现在是一封回信是一封信，就是像他们说的，就是给那个莫德的捐款的那些读者们写一封回信，因为那些读者捐款是来帮助这个真的所以说赛斯你看他多么的细致他居然会先把这个放在前面。而我希望向你们致谢，就是给莫德的那些读者们，捐款的读者们，因为你们对鲁伯和约瑟的相助，而我回报以我能给你们的那些祝福。这是赛斯的话我们目前正在写一本名为《健康之道》的书我们正在写一本《健康之道》的书，希望那本书里的资料会以个人的方式与你自己有益。什么以个人的方式？就是对你每一个人来说有针对性的，针对你个人的有用的方式来帮助你。这里头他前面几句话，他明确了这本书的名字叫《健康之道》虽然真已经猜到了这本书的名字或者感受到了这本书的名字，但是赛斯第一次的明确说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健康之道》，而允许你们体验到本是你们原有资产的勃勃生机、喜悦、力量以及良好的健康。就是原本是你们的资产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就是你与生俱来的这种蓬勃生机，你本身与生俱来的喜悦，你的力量感和良好的健康都是不用费力就能得到的，就是与生俱来的他说希望你们能够获得这些显然我并没有以肉身的方式相见，我没有用肉身相见，我却的确觉知你们存在的环境与善良意图的。但是说我并没有与肉身跟你们接触，但是我仍然能感知到你们所生活的环境以及你们这个善良的意图。赛斯说我代表我们3个人，我再次的为你们的诚挚而感谢为你们诚挚的感谢，以及我最衷心的敬礼。我只简单的签下我的名字赛斯这是他写了一封非常短的信给那些捐款者这个是一个完全是社交上的一种正常的一个需求和需要。所以说你要明白，即便我们学习了灵性的很多的知识，即便我们就像赛斯这样智慧的人，他仍然也需要处理这些所谓3维世界的这些人情的往来和事故别人给真捐款，他还要替真给他们写一封回信。然后赛斯说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再次的我按照我说的那些节奏，但要知道我就在此地，并且是可以接近的。然后赛斯他们说谢谢赛斯，然后赛斯说我希望你们能够赞同我信中的观点他说是的，非常感谢。我说虽然他我暗自踌躇他是不是写的太短了一点然后赛斯说你可以加上前面写上我亲爱的朋友My dear friend， 他是这个意思在4点31分然后真教导我们真的得到了书的名字。他今天没说有关我的任何事情，
但我们的确得到了那本书的一些内容。我立刻念赛斯刚才写给那些读者的回信给他听，然后我也记下了真自己给捐款者的信，上面是赛斯的，真也写了一封信。虽然他是被赛斯的这封信所触及的，他口授这封信就与赛斯口授的他的信一样的容易。几分钟以后，真就口授了给这些捐款者的回信。他说：亲爱的朋友，感谢你们在我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我必须承认，我是既感动又不安，这是他真实的想法。因为罗和我一直都是自给自足的，直到今日，对我而言，付出总比接受容易一些。这一点是真的真实想法，但是这一点也是他底层信念中需要改变的。你看，直到今天他仍然没有改变，他更愿意付出，而不愿意接受宇宙和自然的这种馈赠。他把读者对他的帮助和馈赠，他觉得是等于说被别人帮助了，好像不应该，他应该自给自足。他其实忽略了一点，他忘记了这些读者也是宇宙的一部分，这些读者也是这个大自然世界中的一部分，他们对你的馈赠也是这个宇宙对你的馈赠的换一种形式的体现。而真这里头心里头是不安的这种不安表明了他底层信念中的对自己的一种不认可，对世界的一种不确定，或者是不能认可这个世界本质上的这种恩宠和对我们的护持这是他的一种底层的想法。真也是非常坦诚的提出来这一点他更愿意付出而不愿意接受。现在我正在学习优雅而感恩的接受真说我现在在学习我如何能够优雅而感恩的接受一个我必须学习的教训。你看，真也认识到这是一个教训他英文原意应该可能更多的不想说教训，但实际上确实是真的面对的问题他跟周围的人和整个环境的接触并没有那么多这也是他底层的一个不好的信念。就他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相当疏远或者是疏离的。他早期的时候还有 ESP 班的时候，每星期都有1-2次的这样的一个 ESP 班的课程，他跟这些小伙伴们是天天打闹在一起一块学习，一块讨论，一块感受的。但是后来 ESP 班停办之后，他的生活基本上是与外界隔离的。他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这种疏离，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代表着他跟世界或者跟自然和环境的关系的疏离，这是一种暗示或者一种象征。他越来越封闭自己他不觉得，他觉得通过写书创作是一种很好的疏通，或者是一种情感能量的流动，但其实不是这种跟人和社会和环境的这种分离会导致他后续的一些不健康的一些现象其中原因之一那其中的一个底层信念就是他不愿意跟更多人去交流生病与否，我真的仍然充满了生命就不论我是否生病，我还是有生命的，有生命力的，而且我仍然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活力，至少象征性的。对，这个是后面这句话是不应该加的，但是他把它加上了。对，他的意思是说，虽然身体不能动，但是我内心还是充满了活力的，有生命力的，这个是对的。对，这就是赛斯一直想让他持有的，就是我身体暂时不能动，但是并不影响我内在的勃勃生机和活力，然后他们会自然的会带给我痊愈的健康的一个身体。而这时候赛斯这时候真，你看他反复强调是说，我虽然内在有活力，但是它只是一种象征。
象征的意思就不是真实的，只是一种表面的象征而已。也就是说，我不是真正的有活力。就这些短短的几封信，短短的一封信，短短的几句话，你就能看到真的他在自己底层信念上的很多的纠结，很多的卡点都在里面，展露无遗。但是他自己并不觉得，他是想用一种自嘲的方式，或者一种轻松的方式，想跟他的读者做连接，但是这种方式的底层信念却暴露了他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或者负面的信念在里面。好了，非常感谢爱你的真这是他的信的结尾，这一节就结束了那我们来看下一节，是1984年1月29日星期天下午4点18分。昨天在我离开以后，我去了 Acme 这个购物，约8点半到家，而在1个小时之后吃晚餐，而真在10点的卡拉的帮助下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在打字。今天早上我给莫德写了一封短件，答应稍后我自己及通过我们的律师会再多写些。明天上午我会跟律师这个咨询关于税务以及捐款的事情，以及为医院的钱开设哪一种银行的账户。珍告诉我，他必须在3点半插入一个新的导尿管，那个过程进行的还好，虽然当我抵达330房间的时候，他相当的不舒服，不是导尿管不舒服，是全身都不舒服。他吃了一顿好的午餐，而我带回残渣给我们的猫比利和咪子。珍哀叹道，他无法见到那些可爱的小动物。2点35分，珍涂上了口红，短短的照了一下镜子。自从赛斯建议他之后，我想他没有错过一次他每次都是按照赛斯的指示去擦口红，简单的化一下妆，照一下镜子在2点40分的时候，珍开始读昨天的课，但发现很难进行，他的膀胱有些痉挛。最后他将那一节放在了一边，抽了一根烟，同时我处理信件。他在2点56分回去看那一节，读得好了一点，而在3点09分读完。3点20分到3点55分，一个叫莫蒂的倒空了珍的尿袋，陶乐斯量了他的血压和脉搏，而卡拉量了他的体温98度2。我又写了一些信，直到珍说他准备好上课了。今天的医院很安静，和大多数时间我们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没有受到干扰。珍的赛斯之声比平时更要有力一些。然后赛斯就过来说，生命的所有元素都是乐观的。这是赛斯上来说了这一小节的主题核心思想他说生命的所有的部分都是乐观的。举例来说，胎儿是令人可怕的乐观，胎儿是非常乐观的，在他自己的内带着一整个人类和人的缩小的版本和成人的缩小版本就在一个胎儿体内带着整个人类的成人的版缩小版。他是小孩就是一个胎儿而已，但是整个人类的所有成年人的所有的可能性的这个形象或者是行为都在他里面蕴含着他视为理所当然条件会够有利，就是他觉得他生存的这个环境和条件是足够有利的，足以让正常生命的整个模式得以完成，不管有任何的阻碍或者不利的条件。他的一话意思，我们说的简单直白一点，就是一个胎儿在母亲的身体里的时候，他是什么状态？他是非常令人可怕的这种乐观的，因为他身体里蕴含着整个人类的
成人版的这个整个的模式，一个生命的模式，它要在出生以后完全把它活出来，把它展现出来。而这时候胎儿的乐观体现在什么地方？他坚定的相信他将来，虽然他没出生，他也不知道外在环境是什么样，但是他对这个外在环境是充满了极度的乐观。他认为这个环境一定是有利于他整个生命历程的整个的展开的，是有益于他的，是利于他展开的，是这样的一种有益于他的环境啊。不论他遇到什么样的阻碍和不利的条件，都是这样啊，他都会认为是这样。这个生长和繁荣的期望啊，它住在每一个原子、细胞和器官内的。他说这种期望，什么样的期望啊？这种生长和繁荣的期望，住在每个细胞、每个原子、每一个器官里面，而所有生命的部分都包含这种乐观的期待，并且被赋予了他们能力啊，将长到成熟的这个允诺啊，或者是叫许诺啊。他这句话说的很文艺，简单话说来说，就是你的生命要完全的展开啊，你的外在的环境也好，内在的条件也好，都是完全支撑它的，而你对这部分是充满了乐观的期待的，这天生的就充满了乐观的期待啊。从一个婴儿的时候或者胎儿的时候开始就是这样子，而后来非常不幸的是，我们人类通过学习知识，通过社会的教育啊，家长的这种错误信息的传递，让我们的孩子认为仅仅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或者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会变成了一个艰难的课题啊。这种底层的不信任，对自己能否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不信任，导致了什么？导致了后面他人生果然如他如此，如他所愿的不顺利、困难啊。他的意思是说，天生我们是没有这种期待的，我们对未来的成长是充满了乐观的，而我们不知道怎么的变成了一个悲观主义者啊。所以这块他想告诉我们，我们天生就是乐观的，我们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原子都是对未来充满了乐观和期待的，这个是与生俱来的啊，应该的。儿童们自发的视为理所当然，他们知道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的行动会导致最有利的环境啊，他们所有的行动，任何既定的情况都会有一个良好的最终的结果啊，都是有最好的结果的。这种态度也弥漫在动物王国里头，他们被铭记在昆虫、鱼和鸟的生命中，是提供生命其目的、方向以及原动力的指挥。没有有机物自动的期待会找到饥饿、失望或者是有害的环境，然而纵使遭遇这种环境，他们也全然不会影响在生命中壮丽的乐观啊。他的意思是，不论人和动物都是一样的，我们对未来的美好的期望啊，是导致我们生命的原动力和驱动力和我们生命的指挥。什么叫指挥？他会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我们要坚定的相信他的指挥我们做这个做那个，都是会带给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成长最有利的一种结果的。说的直白一点的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切都是有利于你生命的发展的，不论你暂时看起来遭遇了一些困难啊，就刚才他说的，就是动物它永远是向着这种生命力的啊，对，它是一种
正向的一种观点，良好的一种期望。动物从来不会期待，任何有机体，不只是动物，任何有机体不会期待说我是不是会饿呀，我是不是期待我会遭遇饥饿、疾病和有害的这种环境呢？没有，他们从来不会有这样的期待的，天生就是乐观派。但是赛斯说，即便他们没有这种期待，但是一旦他们遭遇了这种困难和这种阻碍和发展中的这种困境，他说你要相信，这仍然是你生命中一个正常的一个经历，它的目标和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乐观的。也就是说，这个不会影响你的壮丽的乐观，它不会也不应该影响你。我不知道你明白他的这个逻辑了思路没有啊？好了，我们接着往下说。即使生物性的失败形成了，即使有这种所谓的你认为的生物性的失败，它打了引号，并没有真正的失败。比如说生出了死婴，这从生物上来说就是失败，彻底失败了或者是畸形的婴儿我们会认为这生物学上是失败了。而所涉及的内在意识并不会放弃，就是表面上从生物上来看失败了，但是它的内在的意识层面上，它仍然不会放弃。而纵使以死亡终结，意识也会在不同的条件下再次尝试说这一次死亡了生出来就是一个死婴但是意识会再一次的换一个条件，再一次投胎，再一次过来所以说这并不影响意识本身的对美好未来的期待即使这次投胎是个畸形也不会影响他对美好生活和未来的期待，他仍然会乐观的生活，他会面对这个困难和挑战，但是并不是说他对未来就是一片的灰暗他仍然是充满了乐观和期待的。事实现实告诉我们也是一样，很多天生就身有残疾的人，他们的生活往往比那些所谓的健康的人他更乐观，生活更主动更积极。而相反，那些身上没有任何残疾的人，反而生活的很多时候不如他们积极而乐观。在这种例子里，死亡并不被那有机体经验为一次失败他说死亡并不被经历为失败你认为是失败，但是那个有机体并不认为是失败或为一个生物上的错误，你认为畸形是生物上搞错了属于不正常的一种发生属于错误的一种结果，但它只是感觉，这是一个经验，这是一个发现，这是一个经验死亡和所谓生物上的残疾，在他认为都是一种经验。比如说他只能到这么远，再也过不去了。比如说胎儿在他8个月的时候，假设出现了意外比如说就是这个胎儿的心跳没有了，需要引产这是一种很多人认为非常悲惨的生物学上的一种失败，但是胎儿不觉得。有的胎儿生出来残疾之后，他不觉得这是一种失败，他觉得不同的经历他只能走这么远，或者他只能以这种方式来展现他的生命。但这件事完全不会阻碍所涉及的意识的活力和力量。说这种现象对生命的对意识的活力和力量没有丝毫的影响，因为他只是把它当做一种不同的感受和经验而已。在他的字典里头没有失败这个词再一次的，你们一定要重读关于鲁伯状态的那部分的课，提醒他接受不耐烦为一个朋友，意思就是在引导他去实现他的欲望。他意思是说，重新读一下赛斯关于真的身体健康的那节课就是大概在前2节之前关于有一段赛斯专门讲的真的身体的那个部分。然后这时候呢，他提醒罗让真注意到
不要有那种不耐烦的情绪，要把不耐烦当做自己的一个好朋友，不要排斥它，不要说我怎么不耐烦，而且讨厌自己的不耐烦，或者不耐烦自己的不耐烦，你这样是不利于他的身体的恢复的啊。他说赛斯告诉他，这种不耐就是不耐烦的意思啊，就这种不耐烦，所有不耐烦对身体健康恢复的这种缓慢或者是没有进展的一种不耐烦，其实是能够帮助实现他欲望的一种内在的驱动力。这一段赛斯在前2节已经说过了，就是你想快点好，但是身体还没有如你所愿的马上好起来，因为在生物上它有自己的节奏。当时赛斯讲的是你的意愿是想让它马上好，但是生物上有它自己的节奏。这个时候你表现出来就是你想好，而且你也认为你的信念一转，身体马上就好，但是它却没有好的时候，你要有耐心而这种不耐心或者不耐烦，其实它是一种动力，是一种欲望，是一种驱动力。你不要害怕它，也不要讨厌它，它是好的。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再一次的按照我说的那个节奏那样的节奏，但是就知道我在此，并且是可以接近的在4点35分，真的传输很好。我告诉他这节课非常棒，他喝了姜汁汽水并抽了一根烟。我在传述这个资料的时候，的确是有感受的。真说他在讲的时候自己是有感受的。他说，我在猜想我是否以最好的方式说出它真一边传述一边在想，比如用什么样的更好的方式讲它。比如说关于胎儿的，不以他的死亡为一次失败，却是一个经验的资料，那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难以理解的。真说我在传述资料的时候，我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而且我还在想和琢磨怎么用更好的方式来表述赛斯的意图。就比如说这个胎儿的死不是一种失败，只是一种经验，而这个对大部分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一旦他们懂得了就不会了。罗说他们必须学会以新的方式来想，但是他们可以做到。那个时候对他们而言，这种新的方式比用老的方式来想会合理得多。罗说，当他们用新的方式思考的时候，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而这个时候他们会觉得更合理，新的想法更合理一些。我们在共同读了祈祷词之后，在我预备7点离开的几分钟之前，真说他想谈谈，原来他觉得更不耐烦就是他以前比现在还是更不耐烦，而真的想要做起来比如说在一张躺椅里面，像疗养院所有的人们所提及的有一张椅子可以躺在那儿，只不过他蜷曲的这个腿会阻止他采取任何姿势，除了他在床上的姿势以外就他只能现在保持这一个姿势，躺在床上。他说他甚至想到他向他的医师来求助，只不过我尽可能的远离他们远离这些医师们。他半笑着的说，他的意思是真说，我都想跟我的医师说，给我的腿做个手术吧，是这个意思让我能够做起来因为他的腿是以一种非常奇怪的动作这个卷曲着，所以说他就没法做起来。这个痛苦是真的很难，人长期的卧床躺着而且是一种非常不舒服的姿势躺着。对，然后他说这是他想说他不耐烦，他想说他为什么不耐烦罗说，我一直在等着他的腿开始活动，以至于他能够动弹的更多一些，而离开床坐进一个椅子之类的东西里面，
但是既然那个还没有发生，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在这之前我期待腿的动作，但我们必须要等待。就是我虽然期待腿的动作，但是我们必须还得等待，直到我回到家，我才想起我忘了给珍读那一节课了。不过他记得赛斯曾说，他要与不耐烦做朋友他说我虽然没有给他读那一节课，但是他记得赛斯在这一节里说，让他跟不耐烦做朋友。但是毫无疑问的，他的不耐烦还在增长仍然还在增长。而如果这些不耐烦继续下去的话，我确定他会在他的行为与态度里带来甚至强制造成改变这是罗的担忧，就是他的不耐烦会直接影响他的想法、信念和身体我知道他正在来临，就是这种不耐烦引起的改变正在来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不好的暗示对，我预期，当他们终于来到的时候，他的身体已在为日常作息与动作里的改变做好了准备。对，他说，他希望这种不耐烦带来的负面的影响来到的时候，真已经为正面的这个信念或者身体的行动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说这个时候那些负面的不耐烦带来的影响就会被抵消，甚至不发生这是他期望的，他期待的，他希望的。但是他也知道，如果真没有后面这半句话，没有为这个做好准备的话，而那些不耐烦所带来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罗的意思就是说，这种不耐烦真好像去不掉真好像改变不了他的不耐烦的心态。那罗说，那既然改变不了这个心态，而且这个心态容易，或者是他能感觉到他会带来不好的这个预期和结果，就仅仅是这个不耐烦。但是罗说，希望他在正面的这个信念调整好之前，这个不耐烦假设积累到一定程度，那对真的影响也会减少，因为真的正面的那些信念关于他的身体日常的运作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的时候，心态做好调整的时候，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些小的这些细节也能看到，真在身体的康复当中其实还是遇到了很多的挑战的。虽然赛斯他说的这些话其实都说给真听的，比如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是乐观的呀等等其实就是希望真能乐观起来不用被眼前的这些现实所打败，不要被这些暂时还不能身体不能动而焦虑而不耐烦。对所以说这部分的内容大概就介绍到这儿了。那这是由2节组成的这是第2章的第3部分。那最后还是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都有神奇而美好的一天。